大家好，欢迎收看扣马电竞。LPL 春季赛开赛已经进行了3个比赛日的争夺，在第一个比赛日上演了 BLG 与 TES 的焦点大战后，后面2天的比赛看点都没有那么多，导致关注度下降。而少量关注比赛的观众又欣赏到了非常离谱的对局，导致 LPL 开赛之后的各方面数据惨淡。经过统计发现， LPL 今年春季赛的整体收视率以及播放量都非常惨淡，除了 BLG 与 TES 的比赛之外，其他比赛的数据都不好。对此，网友们也是展开了一系列讨论。现在的事实就是 LPL 的联赛热度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程度的下滑，甚至可能已经达到了历史冰点。对此情况， Tebby 教练也给出了自己的分析以及解决办法。最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流量明星啊，就是比较高人气的选手都退了嘛。我觉得呢，首先是今年呢，它这个玩法它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改变啊，因为这个地图其实没有怎么改。最重要呢，还是在玩法上，它有一些新的元素，在河道可以做一个像河道商人这样，就比如说它会偶然就是刷新。然后呢，大家呢就会在这个河道商人那边打架。那河道商人也可能会发布一个任务，这样，比如说蓝色方要去入侵红色方的 F6和石头人这样。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可以买马，比如说咱的下路的兵营被推了，我少了一条线，对吧？我不买装备，我买线，就是我下路线可以出兵，知道吧？个人也是非常认同 Tebby 教练的观点。LPL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从去年世界赛开始到转会期的这个时间段，共遭遇了3重打击。众所周知，现在的各大赛区联赛都非常吃粉丝经济，中立观众数量变少，各家战队或者各大选手的粉丝是为联赛创造和提供热度的主力军。而当 LPL 联赛中缺少粉丝数量多的选手或者战队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热度降低的情况。而在去年年底， Uzi 是宣布不再打职业，然后 The Shy 选手也是选择暂时休息，导致 LPL 最顶级的2大流量选手全部离开职业赛场。如今的 LPL 仅剩的一个顶流选手就只有 Jefflog， 其他选手的粉丝数量都比较有限。相信大家还记得 Uzi 去年复出之后的联赛热度是什么样的。Uzi 刚复出的时候，大部分观众的心声都是不管 Uzi 打得怎样，都想要看 Uzi 的比赛。Uzi 表现好之后，讨论热度高，打得不好，讨论热度也高。也就是说，只要 Uzi 在场上，就是联赛热度的最大保障。因为 Uzi 复出，好多年不怎么看比赛的老观众都回归了，而一旦 Uzi 再次选择离开赛场，这批观众必然也会跟着离开，甚至伴随着还会有很多观众也会远离 LPL。Uzi 和 The Shy 不在的情况下， LPL 如果还想要保持一个高热度，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创造一个新神出来。简单来说，就是在 S 赛上拿下冠军。一旦 LPL 拿下冠军，必然会点燃赛区观众与粉丝的热情，也会创造出一支新的人气战队，队内的核心选手也会得到观众们的支持和追捧。去年最有机会的就是 JDG， 观众们期待的是 JDG 能完成大满贯，同时拿下亚运会冠军。结果 Faker 是打碎了 LPL 的冠军梦，给予 LPL 以沉重打击。不得不说，成绩绝对是影响收视率的一大因素。如今的 LPL 已经不再是 S77被 LCK 赛区笼罩的时期了，自然观众们对选手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在去年 S13的世界赛上， LPL 赛区的观众一度从幸福跌入低谷，被 T1 战队一穿3后，也对 LPL 失去了信心与希望。再加上去年亚运会也是仅只拿到铜牌，不少 LPL 的观众也彻底放弃了去看比赛了，省得自己生气。如今韩援依旧盛行， S13 世界赛的实力也让 LPL 观众们对韩援的抵制达到了极点。再加上 Faker 所在的 T1 战队光芒太过闪耀，让不少人在 LOL 这个职业赛场上看不到5个华人选手夺冠的希望，也失去了观看比赛的兴趣。不过个人认为，其实 LCK 的情况没有比 LPL 好多少，但 LCK 与 LPL 最大的区别就是 LCK 有一个图腾式的人物 Faker， 但 LPL 没有这样的选手。可以说，如果 LCK 那边 Faker 退役了， LCK 联赛热度的下滑幅度甚至比 LPL 还要更大。但 Faker 挺住了， Faker 一直都在
而且一直保持着出色的竞技状态。不得不说，这是 LCK 的幸运。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Faker 至少还能打个2年3年。LPL 曾经的图腾式人物，类似厂长 Uzi 都没有世界冠军的荣誉。他们对电子竞技的热爱程是足够的，但无奈状态下滑，加上伤病影响，导致他们无法继续坚持。而在这个过程中 ，LPL 没有诞生一位可以传承老一辈电竞选手精神的人出现。韩援方面，3胜中单实力也都在不断下滑。The Shy 因走火入魔，浪费了大把宝贵时光。想要改变现在的情况，还是只有一条路，就是把世界冠军夺回来。但即使诞生了新的冠军，其人气和粉丝量可能都不如 The Shy、Uzi 这样的流量选手。对于一款10几年的游戏，玩家流失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了。如今连 LOL 国服都已经开始合区了，也能充分说明玩家流失有多严重了。想当年在游戏有活动的时候，禁区都要排队才行。不得不承认 LOL 正在走下坡路。再加上自从上次版本大更新后，就流失了很多老玩家。如今再次版本大更新，更是有不少老玩家不会玩了，比赛自然也看不懂了，也就不看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现在还会观看联盟的赛事吗？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我会去挨个查看。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